奶奶，这些账做的都挺好的，就只是有一家动了歪心思，有些弄虚作假。这丫头眼睛怎会如此之尖呢？冰燕呐，这美罗账本的旁边都有商会的名字，你刚才说的弄虚作假、动歪心思的，是哪一家商行啊？那就是这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哎呀，哪一家？叫什么木材行？没关系，你就大胆地说吧。我得套出来。奶奶，我呀有个能力，就是能听懂大家心里打算盘的声音，他们会和手里的算盘打架。要不给您展示展示？好啊，各位，咱们一起来看看三少奶奶的本事。各位大主管，算盘打起来！好，这丫头到底在搞什么鬼？停！奶奶，这边的算盘打的可是真响啊！童叟无欺，生已精；诚信经营，生已兴。我眉毛一挑，说得很好。要想生意好，这账啊得算清。就是他。嘿，你怎么知道是他？你可真神呐！冰燕小姐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账本，便能找出我们的问题，真是个行家。歪打正着，歪打正着。奇怪，这账都做平了，他怎么知道大林木材行亏本的？表弟妹，你果然聪慧过人，是招佩服。来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坐。表弟妹啊，这个是大林木材行的账本，还请你仔细过目。冰燕啊，你好好看看，再说一说，他这个是怎么歪打算盘的？
这该死的怎么还不说话？这丫头心直口快，这要是把大林木材行亏本的事情抖出去，又伤齐府的体面呢。明日只要你一见我捏鼻子，你就要装出一副……姚大军，我看三少奶奶这个样子，该不会是有喜了吧？我看像。冰叶，冰叶，冰叶，冰叶！哎呀，这账不要看了，也不要再算了，你赶紧到房间去休息吧。天磊，快让他回房间休息。是，奶奶。小巧，你快去帮忙。是。就到这儿吧，小巧，回去告诉老太君就放心吧。没事的，还是先让我把三少奶奶送回去吧。不需要了。好。哎，这个病状可真管用。我有，奶奶就让我走了。哎，这到底是什么病的病症啊？以后我遇到麻烦就这么着。我的小姐呀，这个病可是不好时时拿来当挡箭牌的。为何？是有喜了。齐天磊，你坏！哎，你自己吹牛惹的祸，我连滚带爬的帮你过了关，你还说我坏？你怎么不坏了？教我呕酸水。那别的病你也装不像啊。生小娃娃的女人才呕酸水呢。明白了。小喜你也坏，才告诉我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小喜不坏，我也不坏，我又没有把小娃娃从你脚底心塞进去。你坏，坏死了！你坏，坏死了你！夜色太寂寥，忆起两人之俊俏，一阵相思空念你的妙。清风落嘴角，吹来愁绪红尘飘，一地思念纷飞。眉眼含羞荷，风卷国裙带。今夜出逃，借月光皎皎，捕捉你的笑到天涯海角。举上夜色千万飘，和着思念熬，熬出缕缕情丝指尖绕。我要在今夜醉倒，半月光皎皎，想念你的好一滴东山摇。喝一口美酒良宵，和着相思谣，梦里和你一起灯破晓。我要在今夜出逃，借月光皎皎，捕捉你的笑到天涯海角。举上夜色千万飘，和着思念熬，熬出缕缕情丝指尖绕。我要在今夜醉倒，半月光皎皎，想念你的好一滴东山。
春风十里扬州路，名花倾国两生欢。我与玉壶妹妹也是得见佳人，两生欢喜。柯少爷，柯少爷，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那边练武呢。三少爷身体没病，他在练武。别打了，小姐饶了我吧，小姐，我再也不打了，小姐。我敢赌咒，如果我看花了油，不得好死。你什么意思？就让我看这个？千真万确，我刚才真的看见他们在练武。好了，冰叶。好了，这种事没必要赌咒这么严重。好了，小乔，这件事咱不想了。以后要是再遇到这种事，还是要跟我说，记住没有？好吧。好，下去吧。还敢不敢了？冰叶，好了。还敢不敢了？冰叶。方才好险，还好我机灵，早做准备，不然我俩都得遭殃。我给你出一道题，你且猜猜。什么题？你就猜猜是谁怂恿老太君考你的。方小巧。猜对了一半。柯少爷。这还差不多。可他为何与我作对啊？此事说来话长，你再在齐府待些时日，我慢慢告诉你。又跟我打哈哈。我刚来齐府的时候问你，你这是需要冲洗的病秧子吗？你怎么跟我说的？哎，这事儿一两句话是说不清楚的。反正你人都在齐府，以后慢慢告诉你。可你告诉我什么了？你什么都没告诉我。反倒是把我肚子里的话全都掏出来了。齐三公子，你要是再不跟我说清楚，我就……你就怎样？我可防着呢。为何无病装病？好好好，那我告诉你，你先坐下。行，那先且说这齐三公子为何有病变无病，无病变装病？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多废话，赶紧说吧。好好好，我说。话说这林州首富齐府，几代男人骄奢淫逸，吃喝嫖赌，落得个疾病丛生，身亡命丧。老太君主持家政，只见大哥齐天祥老实敦厚，先天不足；二哥齐天放生性闲散，于是呢，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。老太君对我格外宠爱，让我每日待在屋中，休养生息，锦衣玉食，人参燕窝供应不绝。可正是因为这样的宠爱和骄纵，让我灵气有余，精气神不足，落了个病秧子的下场。但这不幸中的万幸，我这歪歪扭扭的病秧子也长大成了人。可是近几年，咱们齐府不知沾染了什么邪气，怪事不断。什么怪事？先是我那老实木讷的大哥齐天祥，精神一天比一天萎靡，原本健健康康的一个人，忽然之间就再也叫不醒了，就这么离奇的死掉了。我大哥死后不到1年，我二哥也遭遇了厄运。我二哥齐天放生性闲散，但并不娇宠，身子骨比我还强出了许多。若是他能改掉闲散的毛病，
或许也是咱们齐家一名有用的男儿。可就在那个夏天的晚上，天气闷热，二哥齐天放开敞门窗睡在凉席上。夜深人静之后，我二哥便中了蛇毒，不治身亡。这太蹊跷了！好端端的祈福，为何有这种毒物？那个时候，由于我大哥二哥相继离世，齐府上下都流传着一个传闻，说齐三公子活不过25岁。那时的我被吓得心惊肉跳，寝食难安，我便病上加病。再后来，后来怎样了？万念俱灰，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困在金笼子里面的病鸟。我便找了一天，甩掉了所有的丫鬟和仆人，一个人逃到了城池外的荒郊野岭。救下我的人，便是我的恩师刘若谦。师傅将我带回了齐府，带到了奶奶面前，说我还有救。奶奶便将他留到了齐府，他便成了我的师傅，还传授了我一身武功。这么说起来，你还真是不容易。想起以往，恍如隔世。恩师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你这从有病到无病，我是听明白了。可是从无病到装病，其中缘由你还没告诉我呢。恩师来了府中半年，对咱们齐府的情况洞若观火。他告诉我，钱财对于穷苦人家来说，那是救命生存的根本，可对于咱们齐府，那是催命的毒药。别看这亭台楼阁、碉楼玉柱，这齐府里面的人早已变身豺狼，杀心四起。师傅还告诉我，要我韬光养晦，装出一副大病未愈、时好时坏的样子，方可让豺狼掉以轻心。那你就不能求求你师傅帮忙，将豺狼绳之以法吗？冰冻千尺，非一日之寒。此人在齐府隐藏极深，若想抓住他的把柄，还需等待时日。我看你们这齐府，根本就没什么好待的。那你是想回扬州去了？你们齐府就是泥塑的金刚，外头看着亮，里头黑得很。我李玉湖迟早要回去的。那你是想把杜冰燕给换回来？那更不可能了。冰燕姐姐就是个文弱女子，又不像我一身武艺，什么都不怕。玉湖小姐此言一出，价值1000金。我齐天磊不求天不求地，但求玉湖小姐留下来，助我一臂之力。我为何要助你一臂之力？你忘了，我不也助你一臂之力了？要做什么？捉狼。玉湖妹妹从小练就一身武艺，乃江湖侠义人士，不知意下如何？本小姐答应你。
将军。将军，该喝药了。杜宾，我好像确实在哪儿见过你。将军，我不是说过吗？那天您得胜回营，您在马上，我在马下。不对，我该给您换药了。我帮你。与异族大战所伤，战了7天7夜，血流得直了。此伤看着深入3寸有余，都是旧伤。这是被昔日战友所出卖，没防得住背后的暗箭。将军为国为民，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，实在令人敬佩。没想到你一个小小的药童，竟如此深明大义。我之前也读过几年书。哦，我该给您换药了。有些痛，您忍忍。师父再三叮嘱过，说箭疮难愈合，尤其是您这带毒的箭疮，就更难愈合了。将军，您还是赶紧上床歇息吧。好，我帮您把衣服穿上。将军，我看您这儿也没个人收拾，我帮您收拾一下吧。好。廷尉，你刚才说将军已经去世过2任妻子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第一个夫人好像是难产而死，当时母子俩都没保下来。第二个呢？第二个夫人好像是随将军一起远征西南边关，长途跋涉，突然中疾不治而亡。也不知道给舅舅倒水。我刚才没倒。我问你，袁将军那逃走的女子，袁将军就没有派人去追过吗？
将军天天打仗那么忙，哪有功夫管这事儿？大哥说了，人家小女子不愿意就算了。评委，日后你要多向袁将军学习啊。我知道了，舅舅，都说了800遍了。啊，强身健体的，好好补补你自己的身子。谢舅舅。一天到晚傻兮兮的。我才不傻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俩人，不对，这瞧着是个女的呀。杜宾，杜宾，这杜冰雁是假的，但新娘子却是真的。这不就是杜冰雁少了一个字吗？哎呀！将军，该用膳了。这么多好吃的。将军，你中了箭毒，有些发物不可乱吃。我呀，特地选了一些温补的食材。快来尝尝。差点忘了，你的伤还没好，还是我喂你吧。不用。啊？我堂堂将军，怎可如此？虽说你是将军，那也是我杜宾的病患，在战场上听将军的，在这病榻前，那可得听我杜宾的。还是我来喂你吧。味道如何？我征战沙场多年，少有热汤热食，能喝上口热的真好。那就多来几口。长什么样子呢？那我看看。你不是在睡觉吗？吓死我了！看什么看？怎么，只许姑娘方才偷看我，就不让我看你了？这扬州来的姑娘，好生霸道。
我看你呢，我看你是因为怕你是个病秧子。这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那姑娘方才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遍，我是否是一个病秧子短命鬼的长相呢？长得倒是挺俊俏。还行吧，五官还算端正，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的。说得好啊，确实是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。没想到成个亲这么麻烦。我也一贯讨厌那些繁文缛节，又是拜堂又是磕头的，留着我们二人在这里守着什么规矩，像个木偶一样。无碍，娘子在我这儿，不必拘束。饿了吗？来一块。都快饿死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要就着酒才好吃。哎，你这个病秧子，当心喝太急了。怎么，瞧不起我们病秧子？那咱们来比试比试。你就是个病秧子，我会怕你？这酒也太辣了吧！一喝就不是什么好酒，没有我们扬州的酒清甜干爽。那好，那咱们就换一种喝法。这满柜子的书哪有好酒啊？你莫不是喝多了眼花？这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这书中还有好酒不成？娘子，猜对了。哎，且慢，娘子刚才不是说要比试比试吗？比什么？咱们就比比，用这青梅放在这两只碗中，若是娘子猜中了，那便我喝；但若是娘子没能猜中，那便娘子喝。我啊，可是火眼金睛，你输定了。好。
来吧。这个确定在这儿？这个确定？就是它。娘子，你输了，喝吧。那肯定是这个。哎，若是没能猜中，便要再喝一杯了。喝就喝。哎呦，不好玩，不好玩！我在家玩的都是投壶之类的游戏，真刀真枪的。你这些莲子果子有什么意思吗？娘子喜欢玩投壶啊，那还不简单？你这也没有剑，也没有壶，怎么玩投壶啊？没有这些东西，我给你变出来就是。娘子，请吧。还挺有办法。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娘子，若我2只并头都中了，按照这投壶的规矩，可算是我赢。你投吧，我才不信你会中并蒂莲呢。那就看好了。哎呀，娘子啊，你又输了。哼，哎，今天运气真好啊！哎，原来没功夫呀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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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死啊！公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快醒醒，公子，怎么办呢？还是个久病之人，我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？你是在为我伤心吗？娘子，你别哭了。娘子，是我错了，惹得你生气了。我才不是什么，我可不是那种任人欺负的弱女子。嫁过来给你冲洗，已经够气人了。这都怪我这身子连累了你。不过，你跟我想的不一样。你这是需要冲洗续命的孱弱公子。如假包换。看你又喝酒又投壶的，真是古怪。这人世间的事，1、2句话说不清楚。你反正已经嫁到戚府来，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绝对不是冒牌的齐天磊。可是我是冒牌的杜冰雁。倒是你，这扬州来的大家闺秀，怎会是如此做派？
谁说大家闺秀就得摆着了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习惯，就像你说的，这人世间的事儿，一句话两句话讲不清楚。我个性为何这样，日后跟你说。好，这样的性子倒也好，我也不喜欢那端着板着的大家闺秀做派。亥时二更，熄灯入梦。亥时二更，熄灯入梦。这时辰已晚了，你我就歇息吧。你自己先去睡吧。这洞房花烛夜，哪有一个人睡得到的？我刚来林州，水土不服，身子有些不适，所以还是各睡各的吧。定是他害怕与男子同床共枕。原来如此。这儿怎么只有一张床呢？这洞房内怎会放2张床榻？罢了。今晚我便睡在此处吧。那怎么行？要睡也是我睡。哎，我一个堂堂7尺男儿，怎么能让一个女孩子睡这儿呢？我堂堂一个巾帼女英雄，怎么能让病秧子睡榻上呢？不用再争了，我睡上了。鸟语花开春空气，为一缕香追忆。一色流烟30里，竟无人怜惜。清尽出身风雨息，雁归落汤溪。一叹不知你归期，二叹忆往昔。两尽纵满盈哭泣，时怪相思已无药可治。难忘当时为爱的坚持。两尽纵满盈哭泣，时败在一念之间消失。情恨至此都不舍一世，情恨至此都不舍一世。你不是睡觉吗？吓死我了！你就是个病秧子，我会怕你？中了！你别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我堂堂一个巾帼女英雄，怎么能让病秧子睡榻上呢？你想干嘛？不干嘛。昨晚睡得如何？还行吧，还做了梦呢，梦到了扬州的灯会。
倒是你，昨天晚上委屈你了。哪有？我在那儿睡得也挺舒服的。不过，倒是你们扬州这规矩有些古怪，你怎么穿着鞋子睡觉啊？当然是为了防你们林州人。防着林州人？愿闻其详。主要是防你。防我？我有什么可防的？防止你在我熟睡的时候往我身上塞小娃娃，那可就麻烦了。你这话是听谁说的？没人跟我说过，我自己知道。杜小姐，你尽管放心，若是我齐天磊趁人之危，你想怎样罚我皆可。那我就废了你。你要废了我？这自古女子出嫁从夫，不应该是温婉顺从才是吗？呸！烦都烦死了！出嫁从夫，真是不公平。自古以来，男子犯了错，女子得忍气吞声；女子犯了错，不管是多小的错，男子就任意妄为。娘子高论颇有见地。既然如此，那倘若我齐天磊犯了错，娘子就写封休夫书，把我扫地出门，如何？好啊，要是你犯了错，我就拿个大扫把把你扫地出门。好。我还有一件事要问你，你是扬州本地人？当然了。那你会讲扬州话吗？扬州妹，品球弄，耍棍耍枪好把式，吃到小云霄，3文钱一亩。他一个大家闺秀，怎会知晓市井天桥的小吃价钱？快点，快点，小姐她们已经要起床啦。你这是干嘛？手没事吧？没事，师傅给的灵丹妙药已经止住了。少爷，请吧。请。小许姐，快来一下。我自己会洗。床单上有血迹，真的？我看看。快去告诉老太君，这样她可放心了。是。少爷、少奶奶，请你们俩用完早膳之后，去向老太君请安。好，知道了。
我要跟你一块儿走。哎呦，这傻丫头，有福都不会享。这将军府你不待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我才不在这儿待呢，这比坐牢都难受。哎呦，说的也是。我听说呀，这府里都死了2位夫人了，吓得我呀，连夜都不敢过。哎呀，那陆小姐她怎么办呀？我呀，给她灌了睡眠散，她没有2天醒不来。那能行吗？怎么不行？哎，你走不走？自身都难保了，还管她干什么呀？走吧，走吧。奶奶，这齐府怎么清一色都是女人啊？阴盛阳衰。咦，你看看这个，刚刚还好好的，现在又咳嗽了。明艳，还不快跟奶奶奉茶？啊，天磊，快坐下啊！哎呦！哦，老太君慈眉善目，像是佛堂里的菩萨像。冰燕见了就想更恭顺一些，好好给您敬茶。老太君，请喝茶。哎，祝老太君福寿安康。小喜教我的词，我想不起来了，怎么办？是吉祥话。祝老太君增福增寿增富贵，天光天彩天平安。好，我喜欢这句话。小巧，来，这是给你的。多谢老太君。奶奶，这新娘子头一回见你，自然是有些局促，还不快开口叫奶奶？多谢奶奶。哎，冰燕，那位便是母亲大人了。婆婆，请喝茶。祝婆婆福寿安康，青春永驻。好，娘也祝你们小两口啊，从今以后相敬如宾，举案齐眉。来，拿着。多谢婆婆。乖。还有那位，便是二娘。冰燕呐，你累了，去歇一会儿吧。有些礼数是不用的。那礼数也是不能少的。三少奶奶早生贵子。多谢二娘。快坐吧。
生儿，不得对嫂嫂无礼。燕生，不许胡闹。小巧，你带他到外面去玩。是。二夫人，燕生虽然是个哑巴，但为人之母，你应尽守教养之责。如果任其这么疯疯癫癫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一点，你应该明白。老太君教训的是，儿媳谨记。来，燕生，这老太君在里面说话呢，这里不好玩，到那边玩去。哎，燕生，听话，听话啊！柯少爷，柯少爷，您回来了，一路辛苦了。小巧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外祖母，哎，回来啦！回来了，辛苦了。哦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外孙柯世昭，这是你弟妹杜冰燕。世昭见过表弟妹，实在是因为昨日商务纠缠，所以没有赶上如此盛大的庆典，还望表弟和表弟妹能够见谅。表哥客气了。外祖母，齐家14家商行的账目均已理清楚，还望年老过目。老太君，请过目。好，这些都放到我房间去吧。世昭啊，坐。好。世昭和天磊都是我的心头肉啊。世昭父亲走得早，母亲又不懂做生意，我就把他带到齐府里来教导。唉，天磊呢，身体不好，商行的事又多，我就让世昭当了天磊的帮手。唉，我在想，总有一天，让世昭帮着天磊一起顶起我齐家的门户。世昭口齿伶俐，办事干练，这3年来为我齐家是尽心竭力，是个能堪大用的好孩子呀。年老过奖了，世昭不敢当。对了，世昭此次去福建，特意亲自选购了一件礼物，还望表弟与表弟妹能够笑纳。好漂亮。真是漂亮。漂亮。天磊，磊儿，天磊，天磊，天磊，慢点，没事吧？天磊怎么样啊？磊儿，天磊啊！这郎中可真奇怪，看病都不让人瞧。刘先生医术高明，只是看病的时候有个规矩，不许旁人瞧的。新夫人怎么还不醒啊？
是啊，都睡了2天2夜了。新夫人真漂亮。是啊，真美啊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夫人，这是荆州的将军府。梅香呢？张媒婆呢？不是说好了要回扬州的吗？夫人，他们已经回去了。回去了？是夫人，昨天走的。怎么就回去了呢？留我一个人。夫人真会说笑，花轿到了，他们自然就回了。夫人，请梳洗更衣吧。夫人，请梳洗更衣。你们不会将错就错，把我送到荆州去吧？哎呦，哪能啊！哎，小姐，您这一天水米未进的，我跟梅香去给你弄点吃的。以后的事儿啊，以后再说。不忙梳洗，也不必更衣。我要去见将军。夫人，将军此时不在府里。夫人，咱们府里规矩多，没有将军和李总管的允许，绝不可擅自乱闯。你们不必为难了，我自己去。夫人，夫人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夫人不可乱闯。他已经娶了2位夫人了，而且都是被他折磨死的。被总管知道怎么办呀？哎，快去拦着夫人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必须马上告诉袁不屈，花轿抬错了，我不是李玉虎。快去拦着呀！夫人，别再跟着我了。怎么办？要不要追啊？快追啊！走，快走！天雷，我儿啊，你可觉得好些了？母亲，孩儿有一事请求。只管说，你需要什么，娘立刻帮你办到。孩儿想在那张床榻上加置一床被褥。哎呀，你们这新婚燕尔的，要2张床榻做甚？那娘何时才能抱上孙子呀？娘，孩儿需将养身体，仍需节制啊。
将军。夫人认错了，我不是将军，是将军府的大总管李成。夫人，一路辛苦了。李总管，请问将军在何处？您暂时还见不到将军，他奉旨平息叛乱，戍守边城，已然出征去了。可我等不得呀。您是堂堂的将军夫人，自然应该在府中等候将军回来。将军临走时吩咐，让新夫人在府中静候，待他凯旋再行婚礼。可我根本就不是新夫人啊！此话怎讲？你们的新夫人是李玉湖李小姐，而我姓杜，叫杜冰燕。那天我们在扬州仙女庙上错了花轿。夫人，您当我是3岁的小孩吗？我没骗你，那天是李杜两家同时送嫁。好了，夫人，您不必多说，送夫人回房，要小心伺候。是。你，夫人请。你这是要干嘛？看招！嘿，这个你可玩不过我。哼，嘿，嘿，哎，以手持剑可是犯规啊！谁说我犯规？哎呀，看来你的技术也不怎么样嘛。早着呢。嘿，嘿，你这，我，你又来。干嘛？